近日的北约峰会，澳大利亚总统竟建议中国吸取俄罗斯的教训，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地位吗？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一枚棋子，美国是怎么使用它的？中澳关系未来该如何发展呢？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年历史的国家，却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洲惨败，经济一落千丈，美国趁机而入，坐收渔利。美国趁机捞了很多的金钱，在当时就算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当时的经济排名，美国的经济总量约为390亿美元，德国为183亿美元，英国为161亿美元，日本为35亿美元。日本的经济总量不过是美国的零头。二战时期，美国是消灭法西斯战场的主力军，继美国向日本和长崎和广岛投射了2枚原子弹以后，日本损失惨重，继而宣布了投降。从日本投降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在那之后，美国的国力是大大的增强。二战期间，太多的资金流入美国，使得美国富得流油。自那以后，美国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着自己的军事实力，不断的进行对外扩张，在全球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将自己的手伸向许多的国家。二战后，美国更是肆无忌惮的许多霸权行为，多次都无视别的国家的主权，派遣巡逻机驶入别的国家的领土上空。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在那个时期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谋求世界的领导地位和按照美国的构想塑造世界。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它最大的障碍。近日，中国与南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在逐步发展。南太平洋的一些国家，他们的国家虽然小，但是地理位置却是相当的重要，它沟通了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中国也需要在南极等地方有进一步的科学勘察，所以不得不与南太平洋等一些国家进行友好往来。但是中国此举自然是遭到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眼红。就在近日，澳大利亚总统阿尔巴尼塞在赴北约峰会的途中竟然宣称，中国应该吸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问题上的失败。近几年，澳大利亚跟随美国做了许多傻事儿，跟着美国这个疯子只会变得更加的疯狂。包括6月初，澳大利亚派遣侦察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遭到我们中国解放军的驱离。中国网民说，来了就别想走了。难道澳大利亚的政府高层官员不应该动动自己的脑子吗？中国如今发展的趋势是你们可以阻止得了吗？中国有自古以来的俗语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奉劝澳大利亚的政府高官可不要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跟着美国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据有关专家分析，中国的海上丝绸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任何想要阻止和违背其发展的都是行不通的。不少的中国网民说，澳大利亚的总统也是搞笑，说什么中国要吸取俄罗斯失败的经历。俄罗斯失败了吗？俄罗斯明明就成功了好吗？那可能中国网民也要给你一些建议。听说过当时乌克兰的下场吗？美苏冷战时期，乌克兰非常的穷，只能靠加入北约或者是欧盟才能恢复自己的国家的经济。因为当时的乌克兰也是苏联的成员之一，那时候的美国就已经盯上了乌克兰这块大肥肉，当时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得满足美国给的条件，那个时候就已经上当了。美国当时提出了2个条件，其中核心的条件就是放弃继承自苏联时代的庞大核武库，暗示它与俄罗斯划清界限。当时苏联能与美国抗衡的图160轰炸机在美国的监视下被拆掉了。如此一来，为了自保而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一枚棋子，你失去了作用，你就算加入了北约又有什么作用呢？这背后体现的可就是随着乌克兰和欧美经济的联系日益加深，也不选择一个亲欧美派的总统，你就会被针对。美国等一系列的西方国家只会对你们国家的内部操控越来越深。所以澳大利亚对于美国来说也不过就是一个棋子罢了。是棋子也会有没有用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是短暂性的有好处罢了。
所以奉劝澳大利亚端正好自己的态度，正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应该要清楚美国在背后的目的，不要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这样下去只会越走越远，必定要自食其果。中美关系不用解释都知道，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美国这个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一直在不断地将手伸向世界各处。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是美国在发展道路上最强硬的对手，所以拉帮结派的想要孤立中国，都是他惯用的伎俩。海上丝绸之路早在秦汉时期就提出来了，中国当时就与南海很多的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在古代就让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与外界的联系是更加的频繁。当今时代的中国更是要继续发扬这样的传统，走好中国的老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的时候提出要发展新的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新的国际形势的环境下，中国倡导建立海上丝绸之路是富含军事意图的。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构建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战略措施，是中国与东盟合作领域的战略契合点，有利于搁置争议，增进共识，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应对挑战、用开放倒逼改革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空间的深谋远虑。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助于沿线国家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领域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而且对促进区域繁荣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并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繁荣，实现互利共赢。目前的中澳关系，澳大利亚的损失应该是最大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的巨大，澳大利亚的贸易顺差的 98% 是对华贸易。澳大利亚的对华贸易解决了他们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一直想重返亚太，要跟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合作。澳大利亚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它在安全上要长期依赖于海上强权，过去靠英国，未来靠美国。目前很多网友担心中澳的关系会不会就此暂停。据外交学院的副院长王帆分析，中澳的关系跌进谷底的过程可能比较长，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与澳大利亚合作的政策，但是得看澳大利亚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中国做好了两手准备，做好了最好的和最坏的打算，我们需要更强的战略自主能力。